少林武僧苦练20年铁头功，硬扛老外爆头一脚，竟毫发无伤，下一秒绝地反杀流星重拳，直接干废老外。美国狂人赛前大放狂言称中华功夫都是花花架子，而少林功夫则是中看不中用的三脚猫功夫。这次更是不远万里跑来中国踢馆，并且点名挑战我们的少林武僧，声称要在第一回合将少林功夫打得现出废物原形，甚至还要求比赛全球直播。如果他踢馆失败，当场捐出所有资产剃发为僧。这个嚣张的老外就是美国拳王巴利特，狠辣的打法和张扬的性格让他一度成为所有对手的噩梦，不是被他打得抬进手术室，就是当场结束职业生涯。这次将目光对准我们的少林功夫，也是妄想趁机称霸中国拳坛，但殊不知这场比赛却是他噩梦的开始。只因这次他踢到了职业生涯中最大的一块钢板，面对老外的侮辱和挑衅，少林寺大弟子谢文斌霸气迎战。他从小便在少林寺习武，更是苦练了20年铁头功。和谢为同出师门的他，同样在国际擂台上弘扬中华功夫。由于满身的纹身，谢文斌还被称为是擂台上的花和尚，胸前更是纹了一整串佛珠，表达他对少林寺的热爱。提起武僧，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可能是武僧一龙。或许有人会好奇，这场比赛为什么不派武僧一龙前来应战？实在是因为武僧一龙的睡眠质量太好了，万一在擂台上倒头就睡，那岂不是丢人丢大发了？更何况谢文斌的实力要比武僧一龙不知道强上多少倍，这是一场非常精彩的中美对抗大战。话就不多说了，让我们来看一下谢文斌是如何在擂台上暴揍美国狂人的。随着裁判一声令下，比赛正式开始。黑色短裤是中国选手谢文斌，紫色短裤则是美国狂人巴利特。两人一上来火药味就十足，毕竟这场比赛对于巴利特而言是称霸中国拳坛的一块开门砖，而对于少林武僧谢文斌来说，则是他捍卫国家荣誉和形象的使命。从小就在少林寺习武的他，对少林功夫充满了感情，更是早就已经把少林寺当成了他的第二个家。谢文斌抓住机会一记迎击，直接将对手干翻在地，随后连忙上前进行地面压制。奈何谢文斌作为少林武僧，在地面缠斗的能力非常薄弱，即使拿到压制位，也根本打不出有效伤害。而美国狂人3下5除2就轻松地挣脱了地面束缚。看来这家伙虽然狂，但也有着狂妄的资本。不过在战力对拼环节，谢文斌却有着极大的自信，几记重拳就直接将这家伙打得连连后退。Shots landed by Ando. Botamed needs to get back to his rhythm. A nice job by Botamed to get right back to his feet. One of the ways he wanted to deter the takedowns of Ando was with the knees. 谢文斌在擂台上的打法招式非常霸道，无时无刻都在虎视眈眈地猛攻对手内围，完全就不给美国选手一点喘息的机会和反应的时间。而巴利特面对如此凶猛的打法，也明显有些力不从心，打不出任何有效进攻的他，只能不断地向后拉扯，避其锋芒。不过少林武僧谢文斌可不会如此轻易的就放过他。这场比赛毕竟是对手要求的全球直播，那么正好趁着这个机会，让全世界的人都见识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少林功夫。Unorthodox with his striking style. Got a long reach too. Deceptively long, right? 注意看，美国老一记高扫上头，直接将谢文斌踹倒在地。如果换作是其他人，这一脚恐怕早就已经被抬进抢救室了。一旁的裁判更是跃跃欲试的想要直接终止比赛，奈何谢文斌苦练铁头功20年，就是为今天准备的。这一脚不仅没有对他造成任何伤害，还让他的头脑更加清晰。不知道巴利特看到这一幕，心里是震惊还是佩服。Those legs, slow down that explosive movement. That right there, that shot in right there. Looks like he's jousted the way he rushes forward with that shot. Oh, big uppercut. Follows it with the left hand. OG now trying to time that explosion of Ando. 少林武僧谢文斌在防守上存在着很大的漏洞，美国狂人又是2拳险些将他干趴在地。好在谢文斌的反应速度比较快，第一时间便起身向后拉扯，与对手保持安全距离。调整好比赛状态以后，继续向前加强进攻攻势，而得逞了的巴利特进攻欲望也更加强烈，不再只是一味的被动防守，开始注重主动进攻。这场比赛对两人而言都非常的重要，任何一方输掉比赛，都有可能将自己沦为是整个拳坛的笑柄。That prediction almost came true. That stop calling him Modi and start calling him Nostradamus if he connects with another one of those. He's the left hook again, right? The second and the third shot by Botamed catches Ando as he pulls his head back. Ando needs to be careful. When he enters the pocket, his hands come down. They don't come back up as he dives underneath the legs. He's trying to secure that single, but there's that improved wrestling
And Ali Muhammad had good frames to stop the forward pressure that was coming. 巴利特又是一记棉花拳，精准地打在了空气上。相信大家到现在也能看得出来，美国选手的进攻节奏和比赛状态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虽说他的出拳次数非常频繁，但拳头的精准度和力度却和谢文斌差了一大截。反观谢文斌不出手是不出手，只要出手，那么都能保证精准地打出最佳效果。Ando in these big explosions, and Ando is just running right in to that jab. Mochi's got to be careful though. Can't stay too heavy because that guarding style really works when the opponents are standing heavy. Ando 占据着体型优势的美国拳王在擂台上却是被压制的存在。反观谢文斌在擂台上的压迫感十足，无时无刻都在拿着拳头猛攻对手的内围，即使与对手正面拼拳换脚，他也没有任何的退缩。对于谢文斌来说，抗压的身体素质让他在擂台上几乎是无敌的存在。此时他更加需要的是一个一击致命的机会，而乱了阵脚的巴利特则是强撑着站在擂台上，挨到了不少重拳的他，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理都出现了非常大的问题。These laser straight shots that are coming from Ali Muhammad finding their mark, testing the beard of Ando repeatedly. 第一回合的比赛时间到，和谢文斌大摇大摆、信心满满走下擂台形成对比的，则是巴利特一头雾水、怀疑人生。赛前他放下大话，要在第一回合 KO 掉中国选手，结果却反被少林武僧打得没有任何还手之力，好不容易抓住机会，一脚爆头，本以为胜券在握，没想到却误打误撞地激发了少林武僧的战斗欲，连续的猛打猛冲和大开大合的进攻攻势让他毫无对策，只能被动挨打或者被动逃跑。不过他能有这样的结局，完全就是咎由自取。从小习武的谢文斌最看不得就是老外侮辱中华功夫，巴利特这操作算是送人头送到了家门口。Interrupting shots. The shots where Ando's rushing forward, where you're able to see Muhammad slip it and catch him. Very accurate striking is Modi there in the first 5. Let's see what adjustment make here. 比赛来到第二回合，巴利特这家伙敢如此嚣张，只因为他的实力是绝对的不容小觑。首回合虽然谢文斌打出了很多的有效进攻，但也暴露出了很多的防守漏洞，让对手有机可乘，因此他拿到太多的点数优势。如果将比赛交给裁判，那么他并没有十足的把握赢下比赛，除非能拿到巨大优势或者直接 KO 对手。好在这家伙虽然非常难缠，但也并不是无懈可击。But I think Mochi needs to move away on the outside foot of Ando because Ando's landing that jab straight. I mean, he is winning that foot battle to the outside, right? You can see him consistently step to the outside of the foot. But the way that Ando comes in with that jab and then starts just swinging hands is really hard to deal with. I like that low kick switch. Every time he throws it, seems to wobble, take away the pace of Ando. Now Ando a little bit more heavy as well. On the feet. 在对手想要出拳的瞬间，谢文斌一记直拳直接将他干趴在地，接着精准有力的重拳直击面门，没有任何技巧，全部都是拳拳到肉的真实击打。倒在地上的巴利特别说是还手之力，就连简单的防守动作都施展不出来。不得不说，谢文斌的实力实在是太强了，刹那间就完成了对对手的绝对压制和绝对秒杀。一旁的裁判更是不敢放松，丝毫警惕，生怕闹出人命。眼看着这家伙还想起身还手，谢文斌不再手下留情，无情的铁拳哐哐砸在他的身上。美国狂人赛前有多么嚣张，此时躺在地上就有多狼狈，而裁判也是贴心的给巴利特留了一口去医院的活气，不然他绝对会被谢文斌的重拳打死在擂台上。谢文斌虽然在首回合被对手一脚爆头险些输掉比赛，但他苦练20年的铁头功让他不仅毫发无伤，还加强了战斗力，最终乱拳狂砸数百拳，将美国佬打得怀疑人生，躺尸擂台。谢文斌不仅在擂台上证明了自己的实力，还在全世界面前展示了真正的中国力量和中国功夫，这才是真正的少林武僧。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大家觉得少林武僧谢文斌本场比赛的表现如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